300块钱的投影仪就有5000流明，30到200寸的画面随便投，不计成本的 AI 芯片，华为5G 超高清 8K 影院，这都吹得天花乱坠的，真的能买吗？要说有什么东西是虚假宣传的重灾区，那投影仪一定榜上有名。确实啊，我好像从来没有在商场里面见到过有什么投影仪专区什么的。投影仪就应该在线上去购买，主打一个开盲盒。我前几天去便利店的时候，看到有个路人手里拎着这台5G 家庭影院，我当时还在纳闷啊，他是在哪儿买的投影仪啊？该不会是办卡抽到的吧？网购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你真正到手这台投影仪之前，你甚至都不太可能知道它的真实水平，这就让不少商家找到了可乘之机。商店页面里的数据都写高一点，宣传图里面再 P 一些高清的画面，用各种不同的标准错位竞争，就搞得大家在买投影仪的时候，一趟网购下来，搞得跟考研当侦探一样。所以为了搞清楚投影仪该怎么选，就直接传统大厂的买了，投影仪新势力的也买了，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的都有。担心踩坑，那我就把所有的坑都踩个遍。本期视频呢不含任何广告，小伙伴们可以放心观看，这不值得小伙伴们投2个硬币。先来看一个反面教材，这个投影仪才几百块钱出头，但你看这个商业页面啊，华为投影5000流明，5G 家用超高清 8K， 别说投影了，就算是放在旗舰显示器里面，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。而且你敢蹭华为，我直接和客服进行一个线的对。好家伙，用了海思的芯片，这我不好评价了。开机看一下吧。本来分辨率就不高，再加上这个对焦档位间距比较大，这个画面调来调去始终感觉糊糊的。你就这个亮度能有5000流明？换到稍微有点光亮的环境，这画面都已经难以辨认了。这居然还能有1100条评论说白天看的也很清楚，还一个个都图文并茂的。要是你信了这些评论，结果买到手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意儿，这得有多糟心啊！不过离谱的还不止这一个，你看这个，你以为是一个很普通的 HDMI 是吧？但是等你把这个线接上去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上当了，它根本就不支持 HDMI 输入，而是把它自己的画面通过 HDMI 输出出去。怎么一个投影仪不投画面，反倒当起了电视盒子了？ What？ 看完这个离谱的投影仪，至少有一点是很确定的，那就是投影仪一定要够亮。但到底要多亮才算够呢？我先给一个结论啊，现在不要看 ANSI 流明了，直接以 CVIA 参考就行。投影里面一般标注的 ANSI、CVIA、DCB 这些，其实都是光通量，而幕布上的反光才叫亮度，也就是我们日常经常说的多少尼特。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啊，我用手电筒举个例子，你看这个手电离墙越远就越暗，对吧？在这里面呢，手电筒的亮度就是光通量，打到墙上反射的这个就是亮度。投影呢也是这样，画面越大越暗。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，我们附近的东莞华南 Model IMAX 一块幕布都不能用英寸来计算了，625.5平方米。比我工作室面积还要再大一圈。虽然它的投影确实也很劲爆，但到了这么大的幕布上，它的标准亮度也就只有40到60尼特。而我手头几台里面亮度最低的坚果，虽然只有500 CVIA 流明，但它在投100寸屏幕的时候也有60尼特。但亮就够了吗？你可能会觉得哦，只要这个房间够暗，投影仪亮度低一点其实也没有关系，但实际上还真不是。哪怕我是在这样一个一关灯就真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面，也不是什么投影都能搞得定的。直接看一段吧。Well, that's classified, so I couldn't tell you, even if I wanted to. But it is pretty cool, so I might tell you. 刚刚在对比画面的时候，这两投影仪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？看一下坚果 Nano 放大一点，怎么原本衣服上面的褶皱不见了？从这2张对比度的图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，坚果 Ultra 的第2行还能很明显的看见色阶变化，但是坚果 Nano 的第2行就已经看不出来什么变化了，呈现到画面上就会导致只要画面一暗下来，很多的细节就难以辨认了。还不止如此啊，我再把这些投影的画面全部放在一起，就突出一个每台投影都有自己的想法。作为参考，我还测了一下这些投影的色彩，不过还真不太容易啊。测试这一堆投影的时候，一般的校色仪一放上去就会挡住了，所以说为了更好的测试，最后我只能买了这个，它有点像是一个大相机，能直接远程测量色彩，这样就不会挡住了。好东西配好价格嘛，这玩意儿直接买的话得要20万，我还找计量所校准了一下，费了不少的功夫还。这是它测出来的一个结果，咋看呢？这个大框是 sRGB 的框，超过它的话就会比较鲜艳，少于它的话就会比较寡淡。越是对齐这个框，对电脑啊、电视这些兼容性就越好。而影响这个的就是投影仪里面的光源。
正好这个3000左右的价位，单色激光有，3色激光也有，灯泡机还有 LED 的也有，正好我这个光谱仪还能直接拍出它们的光谱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些投影的区别是什么。3色激光的原理其实是最朴实的，红、绿、蓝3个颜色的激光混在一起就可以了。那它的光谱是这样的，非常的纯粹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3色激光的投影仪会宣传更准确，而单色激光的光谱是这个样子的，有一个蓝色的激光，红色和绿色都是通过照射荧光粉激发出来的，颜色就没有那么精准。如果我用3色激光显示，蓝色就是蓝色，红色就是红色，但是单色激光的红色是这个样子的，绿色呢是这样的。互相之间多少都会有一些干扰，难度就会高很多。那我把这些投影仪最接近的 sRGB 模式的色准数据放在这个地方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到亮度这块也一样，我直接把它们全部搬到客厅，把所有的投影都打开到最亮，模拟一下正常家里面的光污染，看看不同亮度的区别。可以看到啊，在房间较暗的时候，即使坚果和当贝的亮度在数据上已经超过了1倍了，但实际观看并没有差很多，甚至当贝的画面因为太亮，看久了还有点刺眼。不过到了白天的环境中，高亮度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。所以大家在选投影仪的时候，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来选择投影仪的亮度。假如你只是想把投影仪装在卧室里面，晚上看看番、追追剧这样子，那选择500流明的投影仪就足够了。而如果你想要把投影仪装在客厅里面，那你就得选择1200甚至更高亮度的投影仪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有足够的超能力，就是要买顶配的投影仪装卧室，那只要晚上用的时候降低一点亮度就没有问题了。投影仪根据成像原理简单分为 DLP 单 LCD 和3 LCD 这3种，这其中单 LCD 的亮度低，3 LCD 的专利在国外，所以国内大部分的投影仪用的是 DLP 技术。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 DMD 芯片，这个芯片是啥其实不太用关心，只需要知道它会决定投影仪的原生分辨率。而这个芯片现在基本上是被德州仪器垄断的，型号就那么几个，可以说 DMD 的尺寸越大，原生分辨率就越高。不过小伙伴们注意了，我这里一直强调的是原生分辨率，这是因为 DMD 有一个黑科技抖，简单来说，它能微微抖动画面，差不多是半个像素点的幅度，叠加出来一个更加清晰的画面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0.23的 DMD 抖4次就会变成1080p，0.33抖2次变成1080p，0.47呢原生就是 1080p， 但是它们都标注为1080p， 而事实上的效果就是地大一级压死人。给大家看看效果。You might be right. But one day when you're a pilot. 所以咱们买的时候，相比看这个分辨率，不如直接问一下客服 DMD 的尺寸，往大的买。最后选投影仪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参数要注意，那就是投射比，这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要重要很多。虽然说投影仪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占空间嘛，放哪儿都能投，但其实一般的房间里面适合放投影仪的地方也就那么几个位置。但如果投射比不合适的话，放远了吧，画面太大；放近了的话呢，画面又太小。用数码变焦裁切的话，又亏画质，相当于一键亏钱。想要避免这个问题，你就得先算一下适合你房间的投射比，这个也很简单，就是投影离幕布的距离和最后投出画面的宽度的比值。就比如说你的卧室的白墙有2米的位置适合投画面，适合放投影的位置离墙大概有1.6米，那算下来最合适的投射比就是0.8:1。大家也可以现场算一下自己的房间适合什么样的投影仪。在之前刷投影仪相关视频的时候，经常看到有评论说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2手的老投影仪，性价比贼高之类的。难道5、6年前甚至10几年前的产品降价之后反而能比现在的新产品还要好？2600块钱的2手索尼投影仪买，2400元的2手爱普生买，看看到底是姜还是老的辣，还是后浪推前浪。这台索尼的老机器可有意思了，你看这里不仅有一个 Focus， 这还有一个光学变焦，再看这底下这些接口，这也太有年代感了。我试了一下这台索尼的老投影啊，散亮度是有的，但这画面是真不够暗啊，对比度超低，整个画面就像是蒙了一层雾一样。最离谱的是，我放一个纯黑的画面，就能看到像极光似的，漏光漏到无法理解，简直瞎眼。就这玩意儿还要卖2000多块钱，唉。真的不想再看到这个投影仪了。就这类2手的灯泡机来说，属于是优缺点很明显的特殊投影仪了。它确实很亮，甚至能比同价位的智能投影仪亮出1倍多。但如果你真拿它来家用，你就会发现它除了亮以外一无是处。首先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，这些投影仪大部分原先都不是家用机，甚至它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，居然有人不用专用的支架。就比如说这个最基本的画面矫正，像是这台索尼投影就只有垂直梯形矫正，想要侧投都没有办法。
强烈建议放在学校教室里面使用，好吧？同样的，系统那更是别想了。如果你想要拿来家用，至少还得接个电视盒子。还不止这些啊，就拿现在的技术眼光来看，这俩投影仪很多地方真的太落后了。就比如说散热，这些灯泡机的发热真的超级夸张，一开机就是这种声音。但是外放呢，只有这种水平。我的评价是不如蜂鸣器，而且寿命不变都很短，还容易进灰。小时候帮老师报修过投影仪灯泡的举个手。甚至这些老的投影，很多都已经解码解不动 4K 的视频源了。红外线的遥控器也要刻意一点对准，总之就是哪儿都差点意思。那老牌大厂的新款投影仪呢？就比如说我手里的这一台爱普生新款的家用机，系统补上了，自动对焦也有了，基本的画面没有问题。激光投影仪加上1000流明的亮度，再加上原生1080p 的画质，看起来还行对吧？但在3300这个价位，完全能买到其他新势力更好的系统，画质也不弱，何必呢？对吧？看到这里，大家应该对投影仪怎么选已经有概念了吧？我这里再浅浅的推荐一下。首先呢，是根据自己的使用环境来选择。在卧室晚上用的话，推荐选择最低500 CVI 流明左右的投影仪。客厅的话呢，就得选得更亮一点，最好选择1500以及以上的。对于外放有一定需求的小伙伴，可以考虑一下坚果家的 N1 系列投影仪。这几个云台系列的投影仪用起来的体验确实不错，不过代价就是相同参数的投影仪也会比别家贵上那么一咩咩。其他的几家呢，还是把重点放在了 DMD 上面，优先选择 DMD 更大的、亮度更高的。到手之后呢，小伙伴们一定要检查一下色阶，这个是投影仪的重灾区。颜色偏一点点的还好调，色阶丢失那看着真的是太难受了。可以连接电脑，然后选择在线屏幕测试，然后看一下对比度亮和对比度暗，一边看一边调整一下投影仪的显示模式。如果第二行的4块都能够分开，基本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但如果像这样糊在一起，有些画面就会很难受了。除此之外呢，还可以切换成纯黑的界面，看一下漏光的情况。一般有个均匀的灰色框是正常的，但是如果有极光，那就赶紧无理由了。而且如果不是特别熟练的小伙伴，还是建议一定要选择京东或者是淘宝的直营店，这种看起来像是真的，但其实是一个第三方店铺。直营店购买呢更有保障，主要还是有7天无理由退款。毕竟投影仪也算是一个大件了，还是得先试用一下比较保险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在 TV 端观看这期视频的小伙伴，点击追更就一样可以关注我啦。那我是 Till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